今年在多项监管利多消息的加持以及机构持续入局的情况之下呢，比特币不断的上涨。就在今天，比特币又创下10.2万的新高点，而以太币呢也终于突破4000，然后往前高迈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人开始问了，我们对于山寨币的想象空间是不是又回来了？山寨季是不是近了呢？那我手里的猫猫狗狗币的春天是不是要回来了？在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带大家了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链上工具来帮助我们自己判别是不是山寨季，以及山寨季有哪一些加密货币是值得投资的。首先我先说，这一集不是财务建议，纯粹是知识分享。投资加密货币的风险极大，选错了有可能导致资金归零。我的频道是专注于链上分析工具的使用，目的是帮大家学习数据分析的技能，减少投资路上的风险。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希望你能够订阅、按赞并且分享，让更多人能够学习到这些重要的技能。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么什么是山寨季呢？有一些新朋友可能对于山寨季的概念不是特别了解。那山寨季简单来说，就是指加密货币市场中主流币，尤其是比特币，它的价格成长趋缓，甚至开始盘整或下跌的时候呢，大部分非比特币的其他加密货币，比如说最大的以太币、Solana 等等，开始大幅的上涨，甚至涨幅远远超过比特币的现象。那么我们回顾过去几年的加密货币市场，经常能够观察到这种周期性的变化。通常呢，比特币会率先启动牛市，吸引大量的资金进场。等到比特币涨到一个阶段之后呢，部分资金会从比特币撤出，然后转而寻找其他具有潜力的山寨币。那这时候山寨币就开始轮番上涨了，成为所谓的山寨季。那许多人在这个时候呢，都透过投资山寨币获得很可观的回报。我们常常听到的100倍币、1000倍币，也通常是在山寨季的时候发生。那我待会儿会讲说，我们2025年这一波的牛市会不会有普涨山寨季？我们会解释一下它这一轮可能没有的原因。那我们接下来看有哪一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山寨季的阶段到底在哪里。我们现在看几个重要数据，一个是 BTCD， 一个是 USDTD， 还有一个是山寨季指数。那我们先进入 Trading View 来看 BTC Dominance。OK， 我们先到 Trading View 找我们要看的比特币市值占比 BTCD。那之前有教学过如何使用 Trading View， 对于 Trading View 不熟悉的朋友，可以在荧幕上方我会把链接放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点击来看。那找到 BTCD 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图看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上升通道。那么什么是 BTCD 呢？它其实是比特币市值占比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占比。那这个指标反映了比特币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当 BTCD 在上升时，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上升通道，这代表资金正在大量的涌入比特币市场，那市场的焦点呢也在比特币身上。那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山寨币它们表现就会比较疲软，甚至会下跌。但是当山寨季下降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山寨季节即将到来的信号，或者可能到来的信号了。它代表资金正在从比特币流出，转向山寨币。那当大量资金涌入山寨币之后呢，自然就会推高山寨币的价格了。那这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山寨季的开始。好，这个是 BTCD 我们经常要关注的。那待会我们也会看这两个，在这一波的上升通道中，我们在2024年的年底到2025年年初跟目前的暑假这一波，都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 BTCD 的主导率下降。那相对应的呢，我们的山寨币的价格也是被推升。我们可以对应到另外一个指标，叫做 Total 3ES。那 Total 3ES 的指标呢，是总市值去除比特币市值、以太币市值还有稳定币市值之后所剩余市值。那这一部分的话，就代表整个山寨季的表现。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说的，在2024年底跟2025年初，由于 BTCD 下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山寨季市值的反应上面就是一个快速的飞涨。那我们大约先这样子去了解 BTCD 怎么用，它对于我们去判别山寨季是否来临其实很重要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指标是 USDT， 这个叫做稳定币 Dominance。因为 USDT 目前是稳定币的龙头，所以观察 USDT 的市占率对于我们来理解山寨币也是一个指标。那么 USDT 呢，这个指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呢？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市场资金的流向跟投资者的情绪。当 USDT 上升的时候，这代表投资者正在将他们的加密货币，包括山寨币跟比特币
转换成稳定币的形式，就转换成 USDT 的形式。那么这种情况代表什么？代表市场的避险情绪正在增加，大家担心可能加密货币会进一步下跌，所以选择将资金先 park 在 USDT 稳定币中，等待更好的时机可以进场。那么当 USDT 低，就是它的USDT 的 dominance 下降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了，它意味着资金正在从稳定币 USDT 流出，转而流向各种的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跟山寨币。这代表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正在增加，而且市场情绪不偏乐观，加密货币市场就有可能会迎来一个上涨。那么讲了这两个指标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如果 BTCD 在下降，而且 USDT 同时也在下降的时候，就代表资金去了哪里？资金去了山寨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同样在2024年的年底，我们也可以看到 USDT dominance 是下降，跌破了一个阀值。那下降的资金呢，它就是从稳定币转到山寨币去了，所以这个跟 BTCD 我们搭配起来一起看的话，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资金的流向去了哪里。这部分，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一部分。好，那一般来说呢，我们当看到 BTCD 下跌低于 58% 以下的时候，那就会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信息，代表说有可能往山寨币的方向走。那么 USDT 也是，当 USDT 跌过 4.25%， 就跌破了这个之后，往下跌了之后呢，在资金没有出场的情况之下，稳定币的市占率下跌也可以给我们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资金可能在往山寨币这边走，山寨币可能是可以期待的。我们来看一下在历史上曾经有的2次大山寨季，一个是2017年到2018年的山寨季，然后一个是2020年到2021年的山寨季。我们先看一下2017年、2018年的这个大山寨季。然后这个是 BTCD，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比特币的市占率是暴降哦，它基本上下跌到 36%， 甚至35点多，所以它整一个大下跌。那在这一段时间呢，比特币价格是从历史的高点2万美元跌到数月之后的6000美元。但是在山寨季这边的话，我们再看它的山寨币表现 Total 3 years 2018年这个时候，17年、18年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比特币的市占率，当然是一开始加密货币的种类不多，但是2017年有一个 ICO 热潮，所以当时出了非常多不同的山寨币。那其余的山寨币出来，加上热钱流进来 ICO 市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市占率是一直往下跌，然后新的币种一直吸收新的资金入场，所以在比特币市占率下跌的情况之下 Total 3 years 的市值也跟着上涨。看2017年、2018年这个时候，在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山寨季的市值快速上涨阶段，所以就对应到我们刚刚看到的比特币市占率下跌。那在这段时间呢，稳定币的市占率也同样是下跌的。好，这是2017年。好，我们接着来看2020年到2021年的山寨季。那这2020年到2021年的山寨季正值新冠期间，那在这段时间呢，有振兴券还有振兴基金，所以很多热钱流入市场，很多散户投资者他寻求除了比特币以外的加密货币的投资机会，所以这时候也催生了这个迷因币的兴起，尤其是狗狗币跟柴犬币更是这个时期的重要迷因币。然后另外 NFT 市场也为山寨币市场注入了活力，提升了整个去中心化应用领域的应用范围。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市占率从将近 70% 一路下滑到57%。我们可以对应看 USDT 在这段时间2020年的2021年也是一样，也是不断的下跌，然后 USDT 下跌到几乎是 2%，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热钱都去了山寨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山寨币的市值增加，当然这是过往的山寨季，这一轮的山寨季可能会跟过往的不一样，毕竟我们现在不一样的资金结构跟及大量的加密货币，所以我们可能无法期待像是2017年、2018年跟2020、2021年的山寨季。但是大家就是持续关注这两个指标，因为这两个指标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资金在往哪个方向走，然后热钱目前是放置在什么地方。
除了刚刚说的 USDTD 跟 BTCD 这两个数据指标之外，还有一个更直观的数据指标，就叫做山寨季季节指数。那我们可以去 CoinGlass 找到这个指数。那关于 CoinGlass 这个工具怎么使用，我之前有讲过，大家可以到视频的上方有链接，可以自己去学习。那我们到 CoinGlass 找到这个指标之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其实很简单哦。它这边就有一个指数告诉你现在是倾向于山寨币季节，或者是不是山寨币季节。当这个指数越大的时候，代表我们越靠近山寨币季节。那下面这个指标呢，就是一个震荡指标。那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说，在过去90天当中，有多少山寨币的表现是优于比特币？那如果绝大部分山寨币在过去3个月中都表现得比比特币好，那就是代表说市场资金正在倾向于山寨币。那当这个山寨季指数超过75甚至80的时候，就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就是在山寨季。我们可以看过往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2017年、2018年，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我们这个指数是远远在80以上，甚至达到了100%。然后2020年跟2021年这时候也是有多次超过这个指数80。然后包括2022年这个时候有一度进入这个山寨币季节。那么我们结合刚刚说的两个指标 BTCD 跟 USDTD， 然后再加上山寨币季节指数这3个指标去综合来看的话呢，就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我们现在到底是处于山寨季的什么阶段，或者我们有多接近山寨币这个阶段。从目前的指数看来，我们现在离山寨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还是蛮遥远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幻想一下山寨季即将到来，但事实上还有一段距离。那么大资金的入局对于未来的山寨季形态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过去的山寨季很大程度都是由散户的资金推动的，但是呢，随着比特币 ETF 的通过以及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人入场，比如说像最近通过的 401k 退休基金啊，还有我们的对冲基金跟大型企业，比如说类似像 MicroStrategy 这类的公司进入加密货币市场之后，未来的山寨季形态会跟过往非常不同。那为什么会不同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分析它。第一个就是资金结构的特性，资金结构规模通常都是比较大的这些机构，那他们的风险偏好相对比较保守，他们更注重的是合规性、流动性跟基本面。对于大机构来说，他们不太可能像散户一样去追逐一些市值小、波动大，然后缺乏基本面的山寨币。那接着就是市场结构的改变，那随着机构的介入，加密货币市场的结构会更加成熟，流动性也会更充裕，这意味着市场投机性会降低，有更多的会回归到基本面价值。那么机构的资金会倾向于投资市值更大，然后有明确应用场景、基础面扎实的项目，那这些项目通常是能够提供更好的流动性跟比较低的风险。所以未来我们可能不会再看到像过去那种所有山寨币都普涨的情况，毕竟现在由于 Pump Fund 的出现我们现在有可能上100万种的加密货币，所以未来的山寨季会倾向于更像一个结构性的牛市，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真正有价值、有潜力、有明确应用场景的山寨币才有可能会获得机构的青睐，从而在山寨季中脱颖而出。那在这样的市场格局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去猜想有哪一些山寨币会表现得比其他山寨币更好。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基本面，就是这些加密货币项目有没有基本面的支撑，它是不是有明确的应用场景跟解决方案，以及它的技术团队、它的代币经济是不是合理，它的生态系统跟用户基数是不是持续在成长。那这些都是它的基本面。我们之前有讲过，透过不同的工具，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从 CoinGecko 或是 CoinMarketCap 这边去找到一些关于这个项目的背景资料查询，关于这个工具的应用，我之前也有在我的教学系统里面讲过，大家可以透过这些工具去找到基本面比较扎实的项目。然后第二个就是跟主流趋势结合的项目，比如说像 DeFi 啊，然后像 GameFi、NFT、Layer 2 等等，这些具有比较多人讨论，然后它的叙事也比较清晰的一些赛道。在这些赛道里面找大市值的加密货币，你不要去找那些小市值，虽然小市值可能会为你带来更大的投资回报，但是它相对来讲风险归零的几率也大增。所以找到一些跟主流趋势结合的项目，而且市值是偏大的。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再说，就是机构关注的项目，哪些机构呢？投资机构，这些大投资机构，比如说贝莱德，那比如说红杉资本，这些大机构、大投资机构关注的
加密货币，他们投资的山寨币，也是我们投资人可以去关注的这些货币。那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很火的 Pengu 这个企鹅代币，它就结合了几个很重要的加密叙事。第一个，它是跟 NFT 叙事是直接强链接的，它有自己的企鹅宝宝，它的 Pudgy Penguin， 然后它又有自己的链，然后它有健康的生态系统跟用户基数，那么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大的鲸鱼跟机构投资的关注，所以这就是一个在山寨币里面会表现优异的山寨币。那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它的社群活跃度了，这些山寨币它的社群人数有多少，有谁在关注它，它的粘性够不够，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关注的。那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山寨币，它的基本面够，然后它的叙事又强，再加上它的投资背景很给力，那最后呢，它的社群活跃度又很高，粘性很强，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黄金组合山寨币。那我们只要朝这几个主流方向去找的话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些不错的加密货币，但是要注意也不要过于分散你的投资，因为如果过于分散你的投资的话，那我们在山寨季真正来临的时候，你的投资回报率也可能会被分散了。好，我们今天教大家如何从 BTC 低、USDT 低以及山寨季指数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接近山寨季。那就像我最早说的，我们现在呢可能不会经过像之前一样的普涨山寨季，但如何在接近山寨季之前，我们找到合适的山寨币去投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希望在今天的视频之后，大家知道如何去判别我们是不是靠近山寨季，以及如何在现在的一个市场结构当中找到合适的山寨币投资。那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山寨季，如果真的有的话，都能够赚大钱。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